各位老铁，最近刷视频，看到一个东北大妈跟她女儿唠嗑的片段，哎呀妈呀，那几句话给我整得一宿没睡好，心里就跟打翻了5味瓶似的，啥滋味都有。视频里，大妈翘着二郎腿，嗑着瓜子，特随意的就抛出一个炸弹。她说啊，手里攥着80万存款的老人，可能还真就活不过那些每个月有8000块养老金的。他女儿当时就懵了，问为啥呀？结果大妈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悠悠的吐出几个字，一个怕你死，一个怕你死。我跟你们说，刚听到这话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刺耳，觉得这话说的也太难听，太绝对了吧。可你静下心来，把这话放在嘴里咂摸一下，那后背的凉气就嗖的一下冒出来了，简直让人毛骨悚然。这短短10几个字，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把那层我们谁都不愿意戳破，盖在亲情和养老问题上的遮羞布，唰的一下就给划开了。这背后藏着的是无数家庭正在上演的，却又避而不谈的养老真相。咱们今天就来深挖一下，到底是钱这玩意儿败坏了亲情，还是我们从根儿上就误解了养老这件事的真正含义。咱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个观念，存钱就像种树，年轻时拼命浇水施肥，指望着老了能舒舒服服的在树下乘凉摘果子。可要是那等着摘果子的人，天天不盼着树好，反而掰着指头算这树啥时候倒，好把树干也拿走当柴烧，那结出来的果子，你吃到嘴里还能甜吗？现在社会上就弥漫着一种金钱崇拜，好像养老就是一场数字竞赛。朋友圈里晒的是存够100万，提前退休，环游世界。过年聚会，亲戚们比的也是谁家老人存款后面多几个零。我们都天真的以为，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越大，晚年的堡垒就越坚固。可东北大妈那句话，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把咱们从这种美梦里给扇醒了。肯定有朋友会反驳我，你这不是瞎扯吗？有存款，我能住最好的养老院，请最专业的护工，想吃啥买啥，这生活质量能差，怎么还就短命了呢？嘿，这事儿啊，恰恰就反常识在这里，它背后藏着的是赤裸裸的人性博弈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金钱异化效应，说白了就是钱这个东西，它本来就是个工具，没好坏之分，可一旦把它掺和到亲情里，它就可能变成一种腐蚀剂。你想想，80万存款，它是个啥？它是个一次性资源，是静态的，就放在那儿。对于某些子女来说，这就像一张已经刮开一半的彩票，奖金就在眼前，就等你咽下最后一口气，他们好去兑奖。这时候，耐心就成了一种煎熬。老人的每一次呼吸，都可能被视为一种拖延。人性里的那点贪婪会被无限放大，老人不再是亲人，反而成了一个沉甸甸的会呼吸的包袱。更扎心的是，这笔钱太容易被惦记了，今天说要投资，明天说要买房，各种由头把钱借走，甚至老人脑子一糊涂，支配权没了，那钱就真不属于你了。这种新闻咱们看的还少吗？咱们再反过来看那个每月领8000养老金的老人，这8000块，它不是一潭死水，它是持续性输入，是源源不断的活水，它就像一条生命补给线，只要老人活着，这条线就不会断，子女们心里门清，得4事后好了，这工资才能月月到账。这笔钱，它不仅仅是钱，它更是老人活着的每一天的底气，是护工阿姨尽心照料的薪水，甚至是子女们端茶倒水、嘘寒问暖的直接驱动力。这就是最现实的钱在人在。有了这股细水长流的现金流，你的生活品质和基本尊严才不会被轻易打折。一想到咱们的父母或者未来的自己可能会陷入这种境地，是不是心里瞬间就揪成了一团？养老这道题要是答错了，那后半辈子可能就只剩下孤独和叹息了。所以说，为啥存款会判你死，养老金却怕你死？这根本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
而是一个关系结构的问题。存款把亲情推入了一场零和博弈的残酷牌局，意思就是这块蛋糕就这么大，你多吃一天，我就少拿一份。而养老金呢，它构建的是一个互利共生的家庭小生态。咱们再往深了扒一扒，首先，这涉及到经济学里一个特有意思的概念，叫激励错配。存款这种模式给子女的激励是盼你早走，因为早走早继承；而养老金模式呢，给子女的激励是怕你走，因为你走了，家里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就断了。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，是中国老年学会的研究，说领养老金的老人年均医疗支出比纯靠存款的老人要高出 15%。为啥？因为子女更愿意花钱给你续命，而存款老人的家庭呢，医疗纠纷率反而高得多。子女们常常为了还治不治，怎么治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治疗方案可能选了最省钱的，但生命的时钟也跟着快进了。其次，这背后是家庭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。一个有巨额存款的老人，在钱还没花完之前，他是家里的财神爷，是公方，大家可能都哄着你。可一旦这钱因为各种原因不再流动，或者你失去了支配权，你就立刻从公方变成了虚方，成了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累赘。而一个有稳定养老金的老人呢，他能一直保持着公方的地位，他每个月都能为家庭贡献现金流，就像一个能持续发光发热的小太阳，子女们自然会围绕着你转。这就像社会学家贝克尔提出的家庭博弈论说的，在持续的利益关系下，子女会不自觉地优化自己的行为，比如更主动地照顾你，更关心你的健康，因为让你活得更久，对他们更有利。我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，一个退休老教授，存款几百万，儿子在国外，每次视频电话聊不了几句就旁敲侧击地问钱还够不够花，那潜台词谁听不出来？而他隔壁一个退休老工人就靠着养老金，儿子媳妇天天变着花样送饭，陪着量血压，老爷子80多了，精神头比谁都足。你看，养老的真相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：金钱的流向决定了情感的归途。存款很多时候是在考验人性，而人性往往是最经不起考验的。养老金呢，它是在营造一种生命红利，让你活着的每一天都能产生价值。那说到这儿，是不是觉得挺绝望的？难道这就是个死局吗？别急，其实办法总比困难多。邻国日本的经验就给了我们一些启发，他们通过全民年金制度，也就是咱们说的养老金，给所有老人织了一张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安全网，再加上商业养老保险和一些终身雇佣的传统，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后的收入能达到在职时的70%。当一个人不用为最基本的生存发愁时，他自然会把重心转移到怎么活得更好，更有质量上去。那回到咱们自己身上，作为普通人，我们该怎么破这个局呢？我给大家总结了3点，就像盖房子一样，一层一层把咱们的晚年生活搭建牢固。第一，也是最基础的，是不可撼动的地基，社保基石。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自己做点小生意，社保这玩意儿千万别断脚。这比稳定的养老金就是你晚年生活的生命流水线，是你尊严的最低防线，是无论如何都得守住的底牌。第二，是强有力的核心承重墙，打造你自己的终身现金流。这就像给你的养老生活再加一个大血包。怎么做呢？一个是通过商业年金保险，你别嫌早，可能30-40岁就开始规划，每年投入一部分，等到退休时，它就能像第二个养老金一样，每个月给你一笔稳定的活水。另一个呢，是构建稳健的投资组合，比如搞点房租收入，或者买点风险低的基金，靠分红生活。总之，目的就是让你除了养老金之外，还有别的钱源源不断的进来，避免那种坐吃山空的恐慌。第三，是灵活机动的应急预案，建立一个安全现金池，手里得有点活钱，
大概相当于你1到2年生活费的总和。这笔钱平时不动，就是为了应对突发状况，比如生个大病，或者家里有急事，不至于因为资金链一断，就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，让尊严和生活质量瞬间崩盘。我有个客户，北京的一位大哥，50多岁，就做得特别聪明。他把手里的100万存款没有直接给孩子，而是转化成了一份年金保险，这样他每个月就能多领4000块钱，本金还在那儿，再加上他自己的国家养老金，一个月收入近万。你猜怎么着？他孩子们现在孝顺的不得了，周末抢着带他出去玩。用大哥自己的话说，钱呢，你得让他活起来，人才能活得久。所以朋友们，说到底，存款本身不是魔鬼，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管理和看待它。真正的养老智慧，从来不是在有钱还是没钱里纠结，而是在于如何让钱在流动和存续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。东北大妈那句盼你死，怕你死，一针见血地点透了现代养老的真正痛点。我们这一代人拼了命地为养老存钱，却常常忘了为自己存一份活着的关怀和被需要的价值。养老的真相从来不写在存折的厚度上，而是刻在人心的温度里。80万存款本身不会害你，但一颗冷掉的心会。8000块养老金或许养不肥你，但一份温热的人性却能让你活得更安稳、更长久。别再傻傻的把钱堆成一座冰冷的山了，试着让它变成一条流淌的河吧。因为只有河里有爱，河畔有声，咱们的余生才能笑着有尊严的走完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